wasteland's breadth, cliff edges pierce the sky ahead. You grip the wheel, I trace the path. Rope coils loose, a silent thread. Beyond the cliff, our weights combine. Tie the knot alone, a truth defined. We're tangled ropes, we're breaking free. A common ground, a separate sea. Enough, enough. 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24小时看病买药，平均30分钟送达。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4、周5 12点更新，会员抢先48小时看正片 ，SVIP 额外抢先看下集。周3中午12点尊享爱人悄悄话，周6中午12点尊享会员加更版。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4K 更清晰。华为用户升级到鸿蒙5.1，参与鸿蒙有礼免费领取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再见爱人》第5季。我们精心选了一片绿洲。因为绿洲啊，代表转机与希望。熟悉的声音，熟人是吧？好可爱。哎呦，今天这天舒服啊！走。Anson 真的瘦了很多，感觉。哎，这个 I saw it. From the storm, man. From the storm. My dispatch, my smile. From the storm, man. That's how to do it, man. Dude, why way? Anson 好像一直很乐观那种。这个表情是第一次出现吧 I think so. 这是吧？我猜是。雷暴哇！雷暴肯定是何美妍吧？早，石化姐。早呀。早，小豆。不理他。有脚力。我要先把东西收完。出发啦！巴拉，怎么了？出发啦！出发啦！哎呀，你怎麼啦？我練小腿試頭肌啊！我幫我。我痕啊！有。咩兩邊嘛，唔好咩單邊嘛。還有咯，我幫你過去先。哎呀，哦，他的腳還沒好，他的那個過敏。今天我有跟他們餵草，給他們吃了。啊，有餵嗎？啊。他們在哪兒啊？哦，好可愛。早上好 ，BB。這個，係啊，佢慢慢食㗎，好好笑㗎，要食得。佢咬你唔到㗎，好乖佢哋，他們很乖的。哎呀，好美呀！又到了童話世界。他俩一到這種時候就特別和諧。早，小豆。给你请安了，小豆。他可能想了一夜呢。持续低气压。三顾美。你戴个小草帽不？我觉得挺合适你这个身儿了。昨天跟我说的话，我觉得很伤心。我实话实说，我不欣赏你，我真的我找不到地方欣赏你，小豆。好伤人的话，这句话真的是伤人。非常的伤害我，所以我希望你如果觉得错了，可以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这不来了吗？这不找台阶呢吗？想混过去。所以你昨天说的是气话吗？是气话还是真话？是气话。真的吗？是。你搁那儿啪啪啪教育我半个多点儿，没绷住。我希望你以后不可以再说这样不尊重我的话了。好。它真的非常的伤人。好。收到。还挺好的嘛。我觉得会说出来。
今天是他过来找我讲话，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如果他真的意识到这样做真的很不对、很伤人，你应该早上第一件事你找我，你就自己主动来说对不起啊，而不是等我去专门提。但是他既然已经说对不起了，那我面上肯定也不会再去计较，但是我心里真实的感受我还是会在意。应该是你真的真诚的表现出你知道这样做不对了，我才能真正的这个事情过去。他就是知道是错了，所以才会这样。姐姐走啦，上车了。哎呀，姐姐你坐哪里？我要化个妆，你化了吗？还没有。那我们就一起在这儿化个妆了。好的，好的。出发啦！好吧，走吧。拜拜，杨洋。怎么可爱啊？来吧，Go。8个小时的车程了。I remember us alone, tasting you like alcohol. I know I could call your phone just to hear your voice. I could drive to you, yeah, but what's the point? I still think of you, cause I've got no choice. I still think of you, cause I've got no choice. 美美想你。噔噔噔噔噔好的，主噔。播麦哥。那你跟他说话了吗？对啊，我就把你昨天说的话跟他讲。然后他怎么说？对不起，我这不是来找台阶下的吗？我说，所以你说的是气话吗？他说是啊。我说真的吗？他说是啊。昨天你一直说的我有点烦了，什么什么的。所以他道歉了。他有说对不起。那 OK 啊，挺好的。我感觉我也没说他，他老说我说他怎么样，我都只是说，哎，我拿那个表，前面聊的都是说，哎，我想要这样子，我只是在说我想要。他要是说我现在不想听，那我肯定就不说了。奇怪，奇怪，真奇怪，说挺多的。你昨天睡得好吗？还可以啊。我睡眠每天其实都蛮好的，只是够不够睡的问题。今天起来心情怎么样？OK 的。对 ，OK 的。安森瘦好多。参加完一圈都瘦了。有跟梅艳说话吗？有。他 OK 吗？OK 的，去道歉了。去道歉。什么事儿都得道歉啊！道就完了，先道就完了。我不能拉脸啊。有的，每个人都有他的心情的嘛，你可能每天笑吧。我要是这个拉脸了，他就得拉脸乘10。我要是来点笑容，那他可能也就好了。你都知道。对呀。不能硬上，本来也就没什么事儿。虽然他跟我道歉，他说是气话，但我真的感觉他不一定是气话，肯定是气话。如果不是气话，真的很不合理。因为我刚刚问他是不是气话，他说是，他还犹豫了一下，他不是马上说是。所以你昨天说的是气话吗？是。他不是马上说的是这样说的。我有一点点，如果他马上回答，你就觉得，哎，这么快回答？哇，他马上回答，我觉得你昨天晚上想好了吗？你不用听他那个话，你看他行动你就知道了。对，他看不起你，他不会跟你一起的呀。对，我昨天我也琢磨这个，说要是他说的是真心话，那他都在干啥？漂亮，真的太好看了。
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24小时看病买药，平均30分钟送达。本节目由999感冒灵赞助播出，爱人先爱己，暖暖在乎你。本节目由华莱士赞助播出，全鸡汉堡就是配，爱人共享好滋味。本节目由爱他美领益赞助播出，超400倍母源自护菌。蹲现场，10点半开抢，用动感地带芒果卡重逢热爱，直达现场。我觉得我应该去给美团买药打广告，什么意思吗？我要看看你该吃什么药。不知道吃什么药，就上美团买药，24 hours 的问医生，30 minutes 就能送到。看现在有需要。您好，您的美团买药。谢谢。美团买药，24小时看病买药，平均30分钟送达。教科书级一样的标准，才能成就不一样的好作品。米其林星级一样的标准，才能出品不一样的好滋味。最好的自护力就是妈妈给的，妈妈一样的就是不一样。母源自护菌源自妈妈，爱他美领益，添加400倍母源自护菌，尖端科研，更强续航，帮助激发宝宝长效自护。妈妈一样的就是不一样。爱他美领益，母爱同源，长效自护。哦，到了，天黑嘞。哇，我们来到营地了。哇，好爽啊，有篝火。我们住在哪里呢？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我们晚上是住这种帐篷吗？哇哦！哇，露营哎！哇，一点火就好热闹啊，烧得噼里啪啦响。啊，这种火烧的声音好酷啊！好治愈啊！啪啦啪啦的。攞嚟啦，醫生，我幫你攞個公仔。不，小心啦，醫生佢。有冇瞓覺？冇喎，飲咗個奶茶瞓唔到啊！真的嗎？係啊，最臨尾想瞓着嘅時候就到。嗯，真係唔好飲奶茶。勁啲咖啡好勁嗰咖啡。好勁啲咖啡。哎，誰打雷啊？雷暴，雷暴。誰？我知道是誰。是我的雷暴。哎呀，哇，这也太漂亮了！真的，准备好吃饭了。今天有热菜了，番茄湯。开整。我觉得这个热菜好香啊！来吧，开饭喽！开整。看起来很不错哦。开动了，干饭。我饿了。哦，番茄。美颜。哦，谢谢。你要什么？哦，没有，我自己来。OK。好。哇，你手很冷啊。我手很冷嘛，但是还好，不太冷。吃饭。好吃吗？这个？我还没吃，那个才香，辣才香。这是什么？我没吃出来，但是味道还可以。肠什么的。让它炒味道可以的。我們的行李還沒到，我們有着個外套。我給你，我先給。冇，it's OK。冇啦，你冇乜肉啊。來嘅。他也感覺到他瘦了啊，沒有脂肪了。今天晚上洗個澡。但你看清楚，因為這邊好多青蛙，你看清楚。我小的時候很怕，現在不怕。這個叫牛蛙嗎？你們？牛蛙對嗎？哪裡有牛蛙？洗手間外面一大堆啊！真的假的？在外面不是在這。跳起來了。啊？什麼事？好恐怖！有多恐怖？好多蚊子。要幫忙嗎？你怎麼幫忙？等我來，英雄救美。救什麼？救美。哎呀，有個的。嗨，是一家人來的，早安。青蛙哦，还蛮可爱的。妈妈跟宝宝呀，冲出来！走，你沒事啦，安全啦。哇！回來地球啦，回來地球了。哇，那我怎麼敢去上廁所啊？
天哪，我都没发现。看到了吗？在门口。很多。我的妈呀，我都不敢，那我真的不敢去那个厕所了。我要走到外面去，我暴走5公里，我都不会再去那个厕所了，绝对不会去。你要知道他在门口是可以帮你抓蚊子的。你不要说了，我真的很恶心那个。OK。我想到我就觉得好恐怖啊！不要啊！青蛙还好，我觉得有个妈妈有个宝宝。对啊，反正那种蚊子我觉得很恐怖，但那个青蛙还好。不要想，不要想，没有想，不要想，不想，把它们抖干净就没有了。梦给他，先保护好我的屁股。发麻，觉得是吧？吃饱了吗，小豆？他心情很复杂。哇，我从来没有想过沙漠里面会有青。对呀，因为旁边是绿洲之眼嘛。沙漠有青蛙真的可以搞笑哦。哎呀，对，我都没听过。沙漠有青蛙。沙漠有青蛙，中国有嘻哈。我以后将每一天都越来越爱我自己的家。又开始。言语嘛。我真的很难想象你小时候在广州那个家里是怎么长大的。我的天！我在试图转移我的注意力，不要再去想那些东西。但我是觉得你应该很习惯于这些东西了。怎么办？不说了。好。你陪我一会儿去找外面的厕所，好吗 ？OK。大家吃饱了吗？吃饱了。我们去探险吧。你先带我去找厕所。你不想去那边那个后面看一看吗？不是说答应我去找厕所吗？好，走。你去哪里上厕所？我去外面找那个加油站。哎，我们不能出这个园区吧？梁松不想去。他们会跟着呀。他会跟你的呀，你去哪都会跟着你。来吧，我们来这边看看吧。可以啊，你们去 bar 里面坐一会儿吧，可以放歌 ，Bruno Mars 放起来。Bruno Mars。我来了，小豆。少林功夫好耶！哇，烧烤！哇，就烧烤啊？对啊。哎，可以吃烧烤吗？有钱就可以了，应该。哎，那个卫生间那边那个卫生间是唯一的卫生间吗？不是，那边还有个。都是公用的卫生间。哦，那哪个干净一点？对，差不多。都干净。OK， 那 OK。真的不行，真的会死掉的，上那个厕所。我去陪伴一下啊。哎，应该的。你找个洗手间给他吧，外面。好。恐怖，太恐怖了，真的，想想就好吓人。溜达，后面有那个，万一后面有隐蔽的角落，我去帮你看看。你去帮我看看吧。我这辈子以后都不会再去任何的露营地露营了，我只会在白天露营，晚上回家。露营你也不可以吧？我不过夜，地太脏了。这没厕所，说白了，就洗脸洗澡的地方倒不少。完了，危险了！他一旦有了情绪，那这个无处释放的情绪，最终就会保留在我的身上。完了，危险！梁思已经开始害怕了，因为我很了解他，热了、冷了、渴了、饿了、累了、困了，上厕所急了，姨妈来了，他很容易就是进入到这种 bad emotional 里面。当他这个情绪一直积攒的时候，我可能会不知道哪句话，可能他又会把这个东西倾倒在我身上，所以我当时也蛮紧张。
小豆，我看了一下，它有别的洗澡的和洗手的地方，但是没有别的卫生间了，只有那一个卫生间。我觉得就那边吧，我去门口。我可以接受蚊子，我不能接受有青蛙。我真的不行青蛙已经走了，我刚刚。我真的接受不了。没有那么多青蛙在那里了。青蛙我真的不行，我想到我就觉得很恐怖，真的不行，有青蛙。这个你真的蛮挠头的。我就等呗，等到晚一点。这怎么等？晚一点会更多。找着了吗？没有，这里面就那一个厕所，但是有很多洗澡的和洗手的地方。哦，洗澡有别的了。一样 ，same。哦，就一样的情况。明白。你确定你们看到青蛙了吗？好多呀。没有青蛙吧？跟那边有青蛙吗？使眼色了，开始。到时候他见到要吓死了呀！我实话不想配合他一起骗他。还有什么？对呀。我不要，我即将不吃不喝，直到我找到可以解决的办法。怎么办？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吧。这样，小哥，我们一起陪你去外面的公共厕所，好吧？我不用，就是我去，我愿意去啊，就是没有青蛙就可以了。你看一眼呢，要不？你看一眼有没有青蛙？你跟他一起去啦。他说有啊有。如果有，我就有。我觉得他应该不急，他只是想要先确认有没有。兄弟们，就门口直走就有卫生间是吧？大概多远？大概有个100多米。有灯吗？那边？没有灯。没有灯啊，黑的。那你肯定也不行噻。没有灯啊，黑的。没事，我可以等到明天早上再上厕所。他更在意梁松有没有去帮他。哦，你可以别等明天早上了。我试一下吧，没试过。早说嘛，那一下问题就迎刃而解了。OK 了，没问题了。啊？怎么了？我说我忍到明天早上，我试一下吧。忍到明天早上，他可以存一下。怎么可能啊？我也觉得不可能，但是我忍一下吧，试一下吧。实在忍不了的话，可能就突破极限。但没办法，有的时候真的怕，真的是怕。对。他是小豆是很有原则的一个。对啊，所以这个不行就不行了。有些东西就不行，就是一定不行的。对啊。谁来了说都没有用。对。而且你不要说，你说他会不开心。有同理心啊。对，他是成年人了，他会自己做这个选择，但是不要让自己不开心就好了。青蛙我真的很恐惧，整个人鸡皮疙瘩一阵又一阵，一阵又一阵，真的很恐怖，就是怕到这个程度。他当时说有青蛙的时候，我没过多长时间，我又去了厕所，看门口也没有了。而且人家拿着青蛙又不是在你厕所门口站岗，又不是你的厕所的门神，人家在你门口一直在这儿。但是他心里有阴影，他就不会去做这个事情。如果这是他的选择，那我就支持你了。好，我要洗澡了。哎呀，跟青蛙跳跳舞。你去抓一下青蛙。不要再说，不要再说了。安神，帮我手。OK， 1、2、3。Take care。Thank you，唔該。来吧。Thank you。好了，小心啊，得唔得？得。住帐篷都不爱住帐篷。
第一次知道你害怕青蛙啊，但是我们吃饭点牛蛙蛮多的。哦。整体来说，其实也没有说太多不顺心的事情，但是你要说一点点小不愉快，又还是有的。再加上就是确实今天早上他的道歉，我还是觉得有一点点不够真诚。就像今天晚上这个青蛙的事情，我真的很难受。他有试着去尝试，但是你看他想着说，哎，解决问题解决不了怎么办？他就开始自己玩了。我有点分不清楚，到底是他不上心，还是说是我要求的太过分？我自己都有点想不明白了。他自己也有点觉得是我在作吗？这样选20%的否，20%的否。今天我觉得他选角是不分，原因是我觉得他有一点点感觉吧，跟我一起过去几天，这个不同，我觉得是好的方面，所以我猜他选角是有太阳，还有选角不分。今天是不分的，因为我觉得不只是今天，这2天、这几天让我感觉到，我们的关系其实挺好的，在这个地方跟他一起，我确实是挺享受。现在这样的他，我会选择不分。诗画这2天感觉是蛮开心的。哇，好美啊！我的妈呀！手推过山车，那随时随地都是健身场所。对，真的太厉害了。他真的是很好的健身教练，这个太厉害了。手动海盗船，把这些当这个力量训练了。到了，真的好玩啊！星期天，你做啊，安全最重要。你看前方，来吧 ，iPad， 来吧。第一视角，这个如果是小孩玩也太辛苦了吧？明白这个发力点。哎，这个他们都能玩，这个他们能玩，这个能玩，这个可以不玩，这个可以玩。好，可以。今天很高兴，太牛了，太厉害了，这个人。我需要你动用一个成年人的力量来回答下面这个问题，请听题：你所说的你伴侣的一切问题，你希望把他们看作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呢，还是看成你们共同承担的问题？你是否愿意分担一部分伴侣身上的痛苦？请不要急着回答，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我再问一遍，你是否愿意分担一部分伴侣身上的痛苦？我假定你说了这句话，那么从现在开始，你就要为这个选择承担责任。要怎么做呢？我说你的第一个建议是理解他，掌握
好忧郁。好，小周。早。我没有睡好，太多虫子了，好恐怖。我等会儿我去上厕所着急。那你顺便帮我认真看有没有虫子，有没有青蛙，好不好？哦，好。那真的一晚上没上啊？所以他都还没有上厕所吗？厕所还好吗？可以啊，是不是白天干净很多那个厕所？有人打扫了。没有青蛙了吗？当然没有了，昨天晚上我们去的时候就没有了。那你可以陪我再去一次吗？走啊。我拿个纸巾。上完厕所心情会好很多。哎呀！我仲要去洗手間。嚇！我起身仲未去。有。我陪你来，我俾你攞住先，唔好帶住。衛生間，去吧。哇，这营地好漂亮。嗯。洗反啦，洗反啦！哎呀，这包子瞅着可不错。呀，还行。啊？咱就录再见爱人。友谊可能在此刻升华了，我们。是谁呀？哎，哇！还有嘉宾老师。Hello， 欢迎。雪晴啊，志胜。哇，志胜老师 ，Hello。我现在只要在网上发一些我的照片，下面的评论全都是志胜绝美。就所有朋友听到我谈恋爱说，真的有这么纯纯的爱情吗？在下苟凌风，各县丽人何在？不出现，殊死在此。妈，你放心，我保证明年过年咱家多一个男人。第2年，我妈结婚了。你发现咱俩了吧？他呀，心胸狭窄，手段残忍。我也想你。让我俩去，我再见爱人，我俩去就是搅和。老师们好。Hello。你好，志胜。我是美人。你好，雪琴。你好。绝美。哎呀，你好，这是实话。哎，你好，你好 ，Anson， 你好，雪琴。我俩是讲那个脱口秀的啊，请坐吧。请坐，咱们，我俩坐这儿，剩下的你们就随意了。有点不直说的。你们俩是怎么样想到来这个节目的呀？挑战自我的那种节目。咱俩这个是不是应该参加一点高难度的那种？我们之前来之前想的就是龙潭虎穴吧。对，就感觉是过来之后就是。我当时给那个司机师傅说，我说雪琴不到，你别给我开门，我必须等他到了。这种事儿啊，真的，我俩就是如果没有对方，谁单来也不敢来。没有一个人敢。在他俩眼里，再见爱人到底是什么？你们昨天来啊？昨天不是住在这儿吧？不是，我们住在那个地方。你们住帐篷里啊？对啊。你们今天来都来了，可以感受一下啊。算了，录完这号，我马上就走。不要，你这样连夜走。我们也怕再待一天，我俩也过不下去。我俩刚刚在这已经开始吵架了。这地方有点魔力，是吧？你们吃早饭了吗？没。那来吧。哎，李雪琴瘦好多。瘦很多，瘦了30几斤。哦天哪！吃吧。哇，哥哥，你怎么开始自己默默的倒起水了？没事，这是我的工作来的。感谢。不行，坐吧，吃。你们是客人。哦，是这样，太好了，那我们就放心了。那我们可放心了。这个牛肉面吗？我不知道，好像是，应该是牛吧。你就挑点牛肉吃就好了。你是不是也不怎么吃这种？不是碳水。吃。是。我星期六再吃菜。先吃肉再吃菜。
一步一步来，先吃这个。听得懂吗？说的不好，就是比我想象中好很多。我慢慢说吧。我觉得听到你们没有反应的时候，就知道你们听不懂。我们能猜，我们靠猜。不是包子。是这样。美阳老师，你想吃点啥？我喝了这个。啊，你是哪里人呀？黄州的。那是不是太北方了？这些不，我平时都能吃，我就是想少上点色素。啊，对，不想吃太多。咋的呢？哇，这里厕所条件很艰苦吗？晚上会有青蛙的啊？晚上会有青蛙？主要是有青蛙，蚊子我都能忍一忍。你怕青蛙呀？青蛙，它主要还不是青蛙，青蛙它癞蛤蟆就更瘆人了。越讲越可怕。哎，你们是夫妻吗？哎，你们是夫妻吗？我们俩看着像吗？像吗？我不知道啊。你就把我们当成一对就好了，哥哥。哦，这个我懂。这个我懂。哥哥，这个我懂，这个我懂。这个问题我懂。其实比我们想的要柔和一点，对，要柔和一点。以为就来了剑拔弩张，对，气压会很低。结果到这之后，他们像个旅行团来。对，人家对，关键对我俩还挺可好了，哎呀，就照顾我们啥的。真的，当时我俩心里是，他们到底有事没事啊？还有空管我俩呢？其乐融融的。对，人家其乐融融，人家都挺好。怎么样？这几天愉快吗？大家还？来了。我做了一个问题，对不起，我就膈应，我本来打破一下局面。我来问，这2天大家过得不愉快吗？他更不好了。可能今天不咋幽默，但是我平时挺幽默。我有时候在台上还挺好笑的。你今天好像很多任务哎，很多。这些任务咱们就开心就好了，就其乐融融的玩一玩。那先铺垫一下。那么咱们今天确实有一个叫环节啊，是这个再见爱人经典环节，就是正话反说。正话很简单。好。我耳闻过一些，主要是要跟安森哥讲，因为有时我不太清楚这个问题，是有帮忙。整体讲一遍，完了那个你再给安森哥单独讲一遍。对，这非常简单，就是我们会问一个问题，然后你就反着答，你心里觉得 yes， 你就说 no， 就这么简单，就口是心非的一个。口是心非我知道，我听得懂。咱们现在开始了，哥，你觉得今天的早餐好吃吗？真的。是好吃，那我就跟你说是反的。对，理解。哇，这个太厉害了！再看一下，大家都知道规则。大家都知道规则了。当然呢，我们也。我特想咱俩先玩一下。雪琴，你看到这个题卡，你后悔来这个节目了吗？我一点不后悔，我非常爱录这个节目。录这个节目是我今年做最成功的事。对，大概就是这样。好的，好嘞，咱就趁着安森哥还记得规则，咱们就先问你一个问题。好。哎，譬如说那个问题我不太清楚，可以你再说一遍给我听吗？可以，我甚至可以用粤语跟你说。粤语都可以，来吧。哦 ，OK。你试一下用粤语。粤语，你清楚这个楼梯的楼梯规则吗？你咋舌头让人咬了？舌头丢了。你说什么？太好笑了，真的听不懂，你懂吗？你能清楚游戏规则吗？我有婆了，因为我这个粤语在这个业内还是远见闻名的，就是主要是针对不会说的人。针对我的。对。也。所以我就正经问哥哥，你清楚这个游戏的游戏规则吗？一点都不清楚，你说什么？哎，这样可以。行，就是这个路子啊。好，他喜欢挑战哎。
那个姐，你这样，你选一个问题。姐，你说一个幸运数字，我们就问那个。 8吧。8。哎呀，这个问题好，好，这个问题好，因为哥你每天都，我们也看到你很有精力嘛，对吧？就是问一个，你累吗？我很累啊，我每天都很累。哇，我累得死了。真的吗？太阳要晒，晚餐也不好，吃也不好吃，我真的给他们吃死了。不错，不错。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哥大哥，那你有过，比如说你现在身体上，你有过心累的时候吗？有没有哦？我每天都很精神，越来越精神。我今天来了，今天是我第4、1、2、3、4第4天。哎。 那个精神不是一个形容词，我说的。你问我不精神吗？然后我反过来我是很精神哦。我说的你精神累不累？就你的 nerve。你的心理累不累？很累啊，很累。那你没有烦恼的时候吗？有很多烦恼的时候啊。一点烦恼没有啊？那你生活中会为什么烦恼啊？这个不是问题，这个是我们俩真心想了解的。对。工作啊，有没有什么工作啊？每天就坐着在家，什么没有啊？朋友没有，爱人也走了，对吧？啊，还有家庭有些问题了，我跟我爸爸妈妈感情也不好啦，所以，唉，我都不知我在这个世界干什么。你哪里说真的，还是说假的？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有点分不清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分不清楚。这个有会细节吗？哎呀，那接下来既然哥哥这么阳光，我们接下来要问一个很重磅的信息了啊！你有信心思华姐会和你和好吗？天哪！我觉得有的，因为过去每一天我跟他沟通都，比如说昨天沟通比前天好，多聊一些生活上的不同。游戏规则忘了吧？我也分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你要反说。任何什么情况下都说反话吗？哎，哥哥，咱这样，咱定一个规则。当我拿起这个卡问的时候 ，OK 就反 ，OK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来，再来一次。你有信心思华姐会和你和好吗？一点都没有，我现在马上想回香港。所以他有信心啊。他有信心啊。他看我都不顺眼，我觉得他。不是不喜欢，他现在已经很看见我都不行了。那我问一下诗华姐，哥说这话里有真话吗？对你来说，看着不顺眼，好像是这话，搞不太懂，一真一假，好难让人琢磨的一对儿。看什么情况吵架肯定不顺眼吧？啊，吵架不顺眼。对啊，这几天还挺愉快的。有吵架吗？这个也不愉快的沟通吧，不能够吵架。吵架是比较，他们那种就是吵架。我们那个，他们是哪种啊？对，就是如果他们这个算吵架的话，那我们这个处于战争了。战役。持续性战役，剧烈的那种，互相吵那种是吗？那我们那种最长能够拉到12个小时在线，12小时一直输出啊，一直输出，可疯狂输出。不愧是 rapper 啊！这但凡别人的嗓子真扛不住呀。哎，我就发现了，他俩单独吵还行，那要有个人跟他俩一块吵起来，对你俩要是跟别人吵，跟别人可吵不过了，可扛不住。你发现了一个很好的解法，找一个那个对标的人，你俩找到新工作了。行，那你这再继续问。行，那姐这个
我还是举起来吧，这样你好回答一些。对，就这10几天的哥的改变，你也看见了。这个过程中，你有过对他新的心动吗？战术喝水，故作震惊。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哇，有很多呀，一点都没有。艾森又懵了。哥，这么关键的话，很关键哦。哎呀，哥哥，你就开心就好了，好吧？乐，哥哥你就乐。成了 ，OK 啊。哎，谁没听懂？什么时候呢？我好喜欢动物的，然后我们会一起，就是喂那个驯鹿呀。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一起变成一个小朋友，就是很和，好开心啊！你这么聪明 ，OK。或者是前2天我们一起救了一个马 ，Yes， OK， 恭喜啦！你good。所以我觉得这些让我非常感动。我觉得他都就看到我很重视的一些东西，他就全心去投入，然后就这些我觉得挺打动你的，挺打动我。我就觉得很真诚、很单纯的那种感觉，这些很宝贵，我觉得，从那天开始，我觉得他将他的防空洞打开一点点给我，我真心觉得他放松了一些，对我的态度。哦，那看起来你俩应该一直搁这录这个节目就好，会解决很多问题。对，我说了很多啊。姐，那因为安森哥给我们所有人的感受就是很有活力，然后很乐观，然后很元气。他会有不太好的负面的时刻吗？好，非常多，你们看不见的，只有我看见。但他是一个保护壳很重的人吗？对，是。你怎么知道啊？那么厉害？因为我老觉得一个如此释放正向情绪的人，他肯定有。哇，你好厉害呀！哎呀，你这真的，哎呀，对，你就第一次来了，这里面就能这样的。对，是的，就在家里可能会有，就是情绪可能就比较不会那么宽容，就可能被黑脸了那种都会发生，或者是一些做的事情他会觉得很不耐烦啊那种感觉。哥哥，你能感受到自己的这种时刻吗？有啊，因为有2个心情吧，我想陪他，可是我很累，我也提唔起興趣，怎麼說啊？提不起興趣，提不起興趣，跟他做一些什麼事情？没有，其实我这个事情我也告诉过他，我说你不要老回到家，然后就黑着脸不打招呼，这个我感觉好像我们是仇人，就我很奇怪嘛。然后他有一段时间说，那算了，我每一次回来我就在门口我自己待一会儿，然后就调整自己的心情才进来吧。但是是很假的，我回来了。就不是那种，然后但是那个情况也维持了一小段时间之后，还是回去那个，不是太开心的那种状态。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也都有过这样的。对，你们都是这样的。不是偶尔会，但这个事情就特别可怕的这个，就比如说，因为你如果对其他人都是笑脸，都情绪特别好，但你回去之后，对我就是不喜欢这个。哥，你在外边，你是把能量好的、正向都带给别人了，很消耗你，你总需要一个出口，最后你就会选择家里面就有姐。其实不是调节能调过来，其实就是你应该减少你的工作。对，所以我想起来就是很不公平了。对，非常不公平对他。对，如果他永远都是这样，我能接受。对，就是他只是对我是这样的。这个事情特委屈，特人总是需要一个出口的，但你不能说这个出口就是解了。
你多大呀？我30，我俩一样我俩都我俩95年的。那你其实你的思维挺，就是有深度的。哎呦，谢谢姐！哎呦我认可了。哎呀，我真的不白来呀！深度的基础上又不失幽默。哎呦我，这家伙，虽然他们感觉很搞笑，但是其实他们的问题，或者是他们跟你聊天的时候有深度的。我还是觉得，原来他们很年轻，就是30，就我以为可能要过了很多的经历啊，或者是年纪啊，你才会有这种的看法。但他们确实问的问题，我觉得挺深，所以我觉得他们挺厉害。不行，咱俩现在有点陷入这个甜蜜陷阱了。不行，接下来该问还是得问，该问还是得问。那么下一个问题是，哥哥，你希望思华姐为你改变吗？愿意，非常愿意。我希望他马上跟我说啊，他很爱我，结婚吧，去潜水吧。啊，是这态度上的改变啊。对，马上对。你们刚刚问那个问题，我觉得其实很好的。我希望你可以告诉我，我哪里是可以更好提升，或者是改变。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你怎么可能只要求？对，他可能就是在他眼中我是很完美，但这个不可能。因为我看到你很多时候，你会在我背着我，然后说我一些不好的东西。背着是吗？有吗？啊，说啥呀？就是他自己跟自己说，哎呀，他自己跟自己说呀，他说啥呀？自己在这捣我，自己跟自己说。比如说我们可能就是有个事情我们不同意，然后他就背着我说，就是自己说，然后就说对啊，你永远都是你对啊，但是就是很不服。哦，这样的，他有听得到的，故意给他听到吧？这就说给你听的。看上去是自言自语，其实是想让你听的。譬如说很简单阿姨放假嘛，那要洗碗，我不喜欢洗碗啊。那为什么不能等明天他放假回来就洗了？还是吃。他以前读书的时候，他们就是几个男生住在一起。然后他的那个电饭煲，电饭煲对，里面是有饭，就是在里面好多，然后是长了白毛了那种。啊，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现在也跟男生喝水。对啊。对，你因为哥说什么等阿姨放假回来洗，我说他也这样，这是能等得起。等不了的还是等。对。所以你家里也有长那种菌啊出来的呗？长蘑菇，那个拖把上长蘑菇，绿色的、黑色的、紫色都有。对。天哪！妈呀！那你这个是希望思华姐改变啥呢？再慢慢放低一点这个要求。哦，对。你具体的什么要求要放低一点呢？譬如說洗衣服吧，我唔接衫噶。你都沒有洗衣服，有阿姨，就有阿姨啊，你就對啊。我现在听明白，对你的卫生要求不要那么高，卫生要求不要太高。家務上生活上可以輕一點吧，輕鬆一點吧，輕鬆一點，少做家務。對，還有最重要是明天做都可以嗎？你要求我可以脏一點，然後亂一點的。我是比較髒的，比較亂，很亂，不是普通人。行，不是普通。你知道我之前我帮他就是清洁他的东西，或者他很多背包的，然后用来扔在旁边，然后我帮他清理那个背包的时候，我在那个背包里面找到什么一大堆的那个硬币嘛。然后硬币中间呢，还是那个口香糖粘在他们一起。哇，哥哥，对，很多情况都是这样。哥哥，这个要求不高，不高了，对，该洗也洗一洗。对。其实有阿姨都 OK， 你就不用做什么东西，但是还是要帮他去就是管理他的那个衣柜啊，因为他找东西就是乱，然后就扔在里面的那种，你还是要帮他整理好。对，2天之後又亂，2天。
哇，哥哥，你要来上海，你可以住我家，咱俩就住一起。这样的吗？我也是这样。正子通过问哥问题，找到了自己需要改进的地方。我这样，我回家，哥哥，咱俩一会儿加个微信，回去之后咱俩就把衣柜给清理了，怎么样？好，决定吧。行吧？好，行，好了。你确实是找到朋友了。发现你也这样哈，你这对，我这样干。你不在意吗？你不在意吗？我不在意，我不在意啊。哥哥现在还以为咱俩在一块儿，对他还以为我俩是一对儿呢，还以为我俩是一对儿呢。你不生气？就让他这样以为吧。对，没事儿。你们一起多少年了？你们一起多久啊？我们一起多久了？一起多久了？一起有个21年认识的。21年。你看我俩的感情。OK， 从我角度觉得不错吧，可是你应该什么都不做的，在家。你看看，我不知道对不对，我猜呀，你给我猜。你为啥这么猜呀？因为我刚才说的，你都很同意吧，对吧？对吗？很多毛病我都有啊。可是你看起来开朗很多。安森哥，你挺适合录节目，我发现。对，你太逗了。你适合上综艺。上综艺，你太逗了。他就是必须要像那种真白纸的这种东西。你太适合上综艺了，太精彩了。你知道吗？这个都是我第一次，就面对镜头啥的。对啊，这么多，跟机关枪一样，这么多。对，你太逗了。行，我俩到时候给你发帖子吧。OK， 行，我一定过来，一定来。哎，好，那咱们继续，还有好多问题没问呢。真厉害呀，我唠进去了，回到这问题上了，唠进去了。松哥帅半天了，在那。松哥的 pose 都已经摆不够了。来吧，来。我问一个，有点冒犯的问题啊。那你先这样，你先离我远点，到时候别给我剪去。是这样，这个事情呢是这样，你觉得，他们真的是欢声笑语啊。你欣赏美颜吗？我不欣赏你，我不欣赏你。哦，这个问题 ，real talk 啊 ，real talk。哎呀，但这个必须得辩证。我说，但我先说嘛，我觉得还是还挺犹豫，正话反说啊，还是不太欣赏的，还是不太欣赏的。那具体的哪些点，你就辩证吧，开始吧。主要就是他，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头大起来白纸，抄袭。这是我妈说。哎呦，你有点自己的想法呢。说挺好，就是单纯，确实单纯。然后他也没什么，就完全没心眼子。他心眼子可能都用我身上了。他人生这辈子所有心眼可能都用我身上。他在你身上用了哪些心眼子？对啊，用了哪些呢？可能不能说是心眼子，心眼子是用心。数据系的，他只要有这要求，他就希望我要跟他一块儿去完成的。上厕所了那厕所都大虫子，能不让你去吗？那多吓人呢！那我也进不去女厕所啊。那你陪伴吧。我能陪，昨晚洗澡什么的，对，这我都是主动的要求的，甚至人家的不跟我说不吭声，我去，对吧？都是这种。然后他是一个音乐审美很好的人，不是每个做音乐的人都有好的音乐审美的。专业性的认可是吧？这个重要不？还挺重要的。多说点，我喜欢听人夸我。他是一个 J 人嘛，还有条理性啊。平时就是出去啊，列计划呀，落地啊，算数啊，
这些东西他都特别好。主要是这些。怎么样，美颜？你觉得他说到点上没？都在你的心坎上没？直接问吧。啊，那你问呗。美颜，你觉得梁松欣赏你吗？反说，我觉得他欣赏吧。立着的哈。哎，但是他刚才说那些，你觉得他不是真这么想的吗？我觉得他是这么想的，也就仅此而已。也就仅此而已。已经是一个回答的公式了，每次都是这几个。你让他说第4点，他可能说不出来了。不然应该怎么回答呢？这个问题。所以这个还是让人觉得蛮难受的。我欣赏你整个人，是这样吗？我觉得他可能，你看他说了3个点欣赏，然后其实后面可能有97个点他不欣赏。在生活里面给我的感受是说，他欣赏我的点，他说的这些也确实是，但是他表达出来的对我的不欣赏或者是否认，我觉得会更多。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是因为这2天他说你身上没有任何一点我可以欣赏，你没有任何吸引我的点，他又说了一个这样的气话。我确认一下，这句话是一个在冷静清晰的情况下说出来的，还是说你们俩已经大吵了？写信问的也不是，他可能大多数这样的话都是有一点带气话的。我仅有的一些情感关系经验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彼此最软肋是什么，我们知道什么样的话最容易伤害对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在吵架中就是把这句话说出来。我的目的，我这么想啊，我不确定，但是我那一刻我一定是希望这句话伤害到你，激怒你。对，是他就是这样想的。所以说你到底这个吵架中说出的话，到底是多少是实话，多少是情绪？我觉得自己可能也分不清。松哥，你觉得你在那一刻，你当时的情绪是想结束这个争吵，还是说想获胜？因为我每次情绪上头了的时候，都一定是他逮着我说了好久好久，说的我一直控制我总有压不住的时候。就是那天，我就说那一句话，在那一句话之前，他像一个教导主任一样逮着我说了半个多小时。我只是提出了我的观点，他就觉得我在说他。松哥，你觉得你是个敏感的人吗？我在之前是完全不敏感的人，但是结婚的这几年之后，我确实是蛮容易的。其他人不会，他特别会。我不敏感，我就要。你觉得他所有的情绪都应该由你来处理吗？因为他会来，我处不处理，他都会早晚到我身上。不会啊，我也不想啊。不会啊，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判断？不会啊，我现在告诉你不会啊，你为啥非得上赶着来接呢？哎，那我问一个问题，美颜，你会因为他比如说出于想逗你开心，但是他采用了一种可能会惹你生气的方法，这种事情有吗？有，就那个坑的事儿吗？就是上厕所那个事儿。你感受一下吧，这个都是啊，你去感受去吧。我没有，我怎么感受啊？我忍着算了。哎，没事儿。不是，你说让我去感受一下，你说这话这是干啥呢？是吧？那你就憋着呗。哦，我就是觉得蛮无语的，但是我也没有说去指责他，去说我说你不说了，你该干啥干啥去吧。很多人会把伴侣的需求当成对自己的指责，是的是。我觉得某种程度是因为你可能啊，你觉得我就应该满足他，这是我的责任，所以当他提出需求的时候，你觉得他一定是指责我没有做好。我觉得这个是很常见的一种心理状态。
就是主体性强嘛。松哥就是因为他觉得他去适应或者改变了一些事情之后，他对于自我是一种损耗吗？我不知道。我就是觉得发现问题，那我作为一个老爷们儿，我第一时间我就要站出来解决问题。哦，他提出要求了，哎，那我得解决，那我解决不了，是不是我的解决方法错，都没有到他心趴上，那我就会出现问题。我有时候会带入到那个里面去。你们两个试图建立过这种沟通吗？就是说，我们100%信任对方，说我不是因为你不开心，这句话一定是真的。说得好。就是如果我们做出了这个承诺，说我只要说我没有生气，我没有不开心，我就是100%真的，那我也不会追责你没有处理我的情绪。我能做到这一点。那太好了呀！这样我的工作量我就少掉70-80%。你不能把它当工作，这个听起来就工作量，压力吧，压力，生活的压力，压力，可以。要不然人很崩的呀，而且我也有养家糊口的，你说白了，我一天到晚绷在他身上，我怎么对不对？我的感受上就是，比如说松哥觉得美颜所有的情绪都应该得我处理，其实你是某种程度上不太相信他自己处理情绪的能力。其实你们达成这个信任，你相信他。美颜说我自己缓一会儿我就好了，我也是个成熟的大人。梁松得学说话。是的，相信我，尊重我，理解。你可能就。好，我从今以后我开始看看这种沟通的相信起来，信起来。我以前也是会这样，他俩那个场面我太熟悉了。我一瞅，哎呀，照镜子，我嘎委屈，然后就是完全放大自己的委屈。但你冷静下来之后，就是你刚初喜欢的时候，那他也挺好的呀。但我现在就不那样了，我现在再去谈新的恋爱，我就不会那样处理问题。我觉得他俩就是一个比较不成熟的一个状态。这个问美颜的，这个是很认真的一个问题。从节目开始到现在，你有认真的动过离婚的念头吗？没有吧？我从来的时候，我就是觉得说，咱们把问题解决了嘛。但是有的时候他有点固执在他自己那套东西里的时候，我突然有一天，我觉得说，我看见另一条路了，然后我有试着站在另一条路的角度上去看待今天我们现在面对的所有问题，我是有这样子想过。美颜的表达很好，很有条理。我以前是觉得他肯定不会跟我离婚的，因为他总说，我是他天菜呀，他多么爱我呀，又这那的，他给我的表现是这样子的，然后一上节目，我想跟你离婚 ，come on 啊，我都从来没动过这个念头。其实说实话，我说我们吵架的时候，我说过气话，每次都是气话说的，离婚啊，他也经常提，我们俩这个人 50-50这样子。但我是真的没想过我要跟你离婚。如果我这个念头在我的脑子里面有，那我可能早就跟离了800遍了。我要顾全大局的，我不说大局不大局啊，这是个家，是家，是孩子，是我，是老婆，是老公。他的考虑的离婚不离婚，只是我们俩这点鸡毛蒜皮屁大点事儿，他觉得不能接受。那我觉得你这个认知维度是不是有点低了？是不是有点不负责任了？挂不住脸了，要面儿了是吧？松哥，你觉得美颜她会有勇气离开你吗？他现在不挺有勇气的吗？你心里觉得？对，你自己心里觉得？你觉得这个你的妻子这个人，她会有勇气离开你？来了，这是真问题了，好问题。我说实话，我觉得他没这个勇气，因为他没有办法独立，他独立不了。他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破碎的家庭呀，你跟我不只是你跟我，还牵扯到很多
财产这些东西倒没所谓，我也反复强调很多次了。如果我们俩有一天离开了，那我所有东西全部给你，我一分不拿，这是我的态度。家产通通给你，头巾不给你。我很早我就拔出来了，虽然可能也没有多少，但是我能给的就是这么多，全部，你觉得？然后再怎么做，你自己好好想清楚。但我不愿意面临这一步，因为我很珍惜一个家庭。现在的一切来之不易，对我来说。那你为什么觉得他不能独立呢？他没有这个势。这个真的是太伤人了。这么看不起他。首先他的生活习惯就完全没有办法独立，他每天睡到下午3点钟以后才会起床，然后每天早上6点钟以后才会睡觉。你是小孩子怎么跟你过？而且第二，但是我带孩子上学的时候，我不管几点说，我8点钟我该送上学，我一定送；我该接我一定接。你借着这理由吐槽了，这是。然后就这样子进入恶性循环吗？我能调整的呀，又不是这辈子就这样了。我一旦有一定要做的事情，我睡2个小时，我要该录我照起啊。OK， 那行吧，我觉得你可以实践，以后孩子就是像老妈说的，每周你找个机会你带几天，我们看看。如果你先回答你的问题，不要这样来。目前看，你觉得他作息有问题？他不但作息，很多生活的习惯上面都有很大的问题。我是觉得，就是说为什么不能独立这个点在发展。一个经济方面是完全没有办法独立的，他是我们家他是不赚钱的。他允许的。对呀。那现在不是因为他在家带孩子吗？不是，在孩子之前他也不赚钱，我偶尔还是赚一点，只是不稳定。一年有1笔2笔广告费几千块钱那种，那怎么算呢？他完全把他看得很低。那不是那样子的嘞，还是有演出什么的，我只是说没有那么稳定。1年1场。1年1场，你这说的太夸张了。那是结婚以后1年1场，结婚以前不是的。就是反正你从刺猬走了以后，基本上差不多这样。哎呀，不要说。对吧？我就不细说了吧，好吧，我就不细说了吧。这个东西有什么好说的？我也不是要讲这个事情，我只是说你经济没有办法独立。你说你要能独立，那我当然为你开心了，好吗？你不见得离开了就不能独立啊。美妍，你觉得你可以吗？我觉得我现在宝宝不管在不在一起啊，小朋友也准备上幼儿园了，我肯定有。可能我自己打算的时间分配就是上幼儿园之前的这段时间，我多点做自己的事情；他们睡着以后的时间，我多做点自己的事情；他们放学回家到睡觉这一段时间，我尽量的去陪他们。然后我觉得做自己的事情，我既然有时间了，那我要做的就是努力就好了。我起码先把自己想发的专辑发了，想做的歌写了。我也慢慢在恢复这个步调。他说了，他有勇气的嘛。他说了，而且我们离了，女性要自强，注重自我的提升，那我觉得是好事。真的，我们就把这个婚就离了。我不相信你没了我，你会活得更好。哎呦，我鼓励他这么做。梁松说话真的有点不过脑子，有时候。你起开，我跪着问。什么？我单膝下跪问。确实也比较害怕。我们俩后边还有更犀利的问题。对，因为我俩是有点害怕，因为我们的问题引起冲突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太希望看到他俩吵架，就心平气和的把这个事聊一聊，我觉得就好了。因为我俩有时候要去判断什么时候要去控制一下，我俩又希望他能把问题坦诚的。真实的给表达出来，他们是能在这个问题下也能生活，也能相处，我就知道他们是真心想坐在这里把问题解决掉，也是渴望得到帮助和理解的。所以松哥，你是觉得在这个家庭中，相比刚刚，你是觉得在很多方面你付出是比美妍多的还是少的呀？我觉得我是多的，一定是多的。美妍觉得呢？确实经济上面他承担了很多，就不论经济，不论因为这个家里不只有经济，这个家里。其实我觉得，如果就是各个综合下来列一堆表，经济什么什么家庭这，我觉得50-50。我没有说我的时间都花在一些别的东西上，我知道我的脑子里每天在想什么，我实打实在做什么。
松哥觉得是多少？我觉得可能是80-20。你的付出是80。我能明白他说的是80，但你觉得你的是哪一部分？经济。对，这个是主要的。然后在其他的事情上，我们其实陪孩子时间是一样的，我并没有看到你每天在看不见，没有一样的。多陪孩子在哪里什么点。实打实手机里面录的像，所有时间、地点、买的车票全部都有，你看不见不代表它不存在。比如说，前期在孝感的时候，我经常自己买车票回去陪，然后。你说的是几年前？我在开店以前，我基本时间都是能送宝宝上学就送宝宝上学，接放学，我每天放学我就待着陪他们，没别的事干。Come on， 老妈也知道，你往那床上一待，你要不然就看手机，自己看手机。你所谓的陪宝宝睡觉，你也是躺在旁边玩手机、打游戏，然后你就要不然就自己睡着了。我为什么不能呢？你就要不然就是自己在躺在旁边自己睡着了，宝宝自己在那看平板。这是日常，你为什么不诚实一点呢？有这样子的话是时候，但它不是多数。看平板那也是看他睡前故事，他看了我定了时间点了，到了点他就该去睡觉。我还给他洗澡，哄他睡觉。他不是说看完平板说睡就睡了，他还要玩好多，冲奶子还洗奶瓶，半夜起来看看要不要换尿布，所有的东西。我没换过吗？我没冲过奶瓶吗？没洗过奶瓶吗？你没有？我没给他们洗过澡吗？我当然洗过，1次2次。那你不是也是1次2次？我可不是1次2次，大哥你不能这样撒谎。他们俩紧张了。因为他的注意力都在他自己身上，他的注意力从来没有在我，哪怕我24小时我在他旁边晃来晃去，但他从来都没有关注过我在干什么，所以他才会这样子发现不了我在家里的任何付出。确实没有什么，你想想看，你每天下午3、4点钟你才起床。小孩的幼儿园都放学了，你都还没起来，你能做什么呢？你能给孩子做什么呢？包括孩子带去医院打疫苗啊，这些其实都是老爸老妈他们带着去的，因为打疫苗都得上午去打，你肯定知道的，他上午都在睡觉的。是，他之前有一阵子就是早上8点钟送幼儿园，跟老奶奶一起去送一下，那不是常态嘛？那不是常态，因为我们俩都是一起在那边的，大家都是一起的。你无非有的时候陪他们会很偶尔的时候会陪他们晚上睡个觉，还多在哪里了吗？多洗了个奶瓶，多换了个尿布。哎，咱换一个说法，咱们不各自说各自的。松哥你说美颜的，美颜说松哥的，你俩说对方的在这个家庭的付出。他首先经济家里面呢，他是这些家里的经济支柱，这是一个我说50-50，可能这里面就已经占了45%了。然后剩下就是他会从结婚到现在，他逐渐的在增加他在家里面的时间，然后每天确实1-2个小时陪孩子玩，他都是一定有手机都放一边，就很专注的陪孩子玩。然后有的时候我要求说我想去哪里，他也会陪我去，比如说看个电影、吃个饭。松哥，美颜对这个家的付出呢？想不出来，光是这沉默就很伤人呢。真的。她是孩子们的妈妈，是我的老婆。这是他的身份，他做了什么？对，做了。我觉得，就是美颜在家里肯定也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就突然之间，松哥蒙住了哈。你家水电费谁交啊？我和他妈妈交的多一点。知道水电费咋交吗？你知道水电费咋交吗？我不知道。对呀。你不知道吧？你是说给钱还是什么？就怎么操作，怎么把这个交上去。我也经常交，反正基本上停电的时候，我就去跑楼下去交。跑楼下交。燃气费是手机上交。它一定有很多细节，生活里琐碎的。操持一个家运转很难。对，其实大多数都是老妈在做这个。哎呦，你不能这样子就把人家的付出全部就你说老妈付出很多事，但是你不能这样子抹灭掉我们。松哥，我今天必须难为你一下，你也别怪我。你今天就想一个就是
就是美颜在那儿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你看在眼里，肯定有这种事情。我想你肯定有甚至有很多，就你看在眼里，你说，哎呀，美颜不容易，美颜怎么样？一个人是带不过来3个孩子，你不可能都说阿姨做。对，有阿姨，有老妈，我。奶奶、爷爷还有一个阿姨带3个娃，他们住在另外隔壁的一套房子里。我干啥？我没带，你的意思就是？没事，咱就光完成刚刚的那个问题就好了。不用说其他人干，就是美颜干了什么？对，就你看完之后你就，因为之前我们的家务有分配，就是他负责洗衣服，其他的所有的家务我来做。这是在你今年喜欢。你有了这个爱好以后才是这样，在爱好以前呢，我不说3年2年那些时候，这样子打断别人。前面2年的时间，家里的卫生、洗衣服、摆东西全部都是我做的。Come on man， 你都会把鼻涕指扔枕头上的人，你做什么卫生呢？哇！我放在枕头上，我第2天起来，我全部收，我会扔到垃圾桶里面。你不要这样子挑刺。你的卫生习惯不好的，很糟糕。我每次都。什么？你除了鼻涕纸，你还能指得出什么？你的衣服乱收，不从来都是我弄，衣服也从来是我洗。在你有那个习惯之前，所有东西都是我做的。为什么在你这就什么都没有了？我觉得真的很令人发恨。你在这公众面前说一个女生卫生习惯不好，我没有任何其他不好的卫生习惯，我已经没那么做，但你还这么说我，真的是讲话完全不顾及对方，就是为了自己要赢，就生怕他说的话不够重。你回答问题啊？没有。我。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没有呢？有可能没有吧？一点认可都不给，我觉得太过分了。就是好像就看不见美颜好的，太难受了。他真的是看不见。对，心寒。我当时我整个，哇，我这就是觉得心凉了。然后每次说好，我就是气话嘛，我下次不会再这样讲啊，又来，反复。为什么会反复做？就是因为他觉得我是一个可以随便不尊重的人，他才会这样子说。没有这个，就是你还需要给他一点点的感恩，就算是1%，你觉得是1%，你都还要认可。是倪老师说了，这是3个孩子的妈妈，我记在心里面。她为我生了3个女儿，不是为你了。2次的怀孕，对啊，也不是为我嘛，就是为我们嘛，是不是？但是我得把这个东西安在我的身上，我得时刻的去想。你不需要安。然后他从广州来到这里，对不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我也得去想为孩子做了什么。他真的没有在为孩子做什么，心思都在我身上，因为不用操心，有奶奶、爷爷和阿姨。哇，你好过分啊！副总长，哇，你好过分啊！这话确实过分。我就问，为什么九九从来不让你单独带他睡觉，他一定要我带？姨也不让你单独带他睡觉啊，姨要奶奶带啊。那你去北京那天，如果是你一个人在酒店带他俩肯定不睡。他们要妈妈，为什么要妈妈？我知道孩子跟你亲一点，小朋友这段时间他跟你亲，我一直都没有否认过这个问题，好吗？但这并不代表你为他们真的花了很多时间。我就实打实，我手机里有的，哎，刚好。我以前自媒体，我有段时间我经常发跟亲子的东西，所以我有记录，我做的事情有着呢。哦，还有育婴执照呢，有去学。我爱你，妈妈。送孩子上学，扫地拖地，衣服的归纳整理，缺东西买物资网费这些基本都是我。物资，比如说缺纸巾啊，要买水果了呀，买菜呀，这些东西基本都是我买。说实话，孩子跟谁花时间多，就会跟谁亲，这个是真的。是，对啊。所以说，可能你没看见，但美颜确实是有跟小孩花时间。我觉得挺心疼，就是如果我在他角度来说，你不是我身边的人，你一个点你都没有给我一个肯定，挺心疼的这个事情。你真的很不尊重人。我没有。他是故意的吗？你就是这个东西吧，比如说他如果说我对孩子也没做什么，那我认。我说的是做什么是真的，你要搞定小孩子的吃喝拉撒睡住行。
每天洗澡、换衣服、洗衣服、换尿布、吃饭，给他们做餐，然后给他们喂饭。我是在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确实真的很少。那你问我这个问题嘛，我如实回答嘛，你怎么还急眼了？你要是觉得你要做多的多就多呗。我觉得失望和难受，是我真的清晰的看到了他对我的无视和不尊重，就是真的没有把我当回事儿。我没有否认你陪宝宝，我也陪，大家都一块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就说这都是你做了我好多，老妈都在，家里都在，大家都看着在，没有就是没有，有就是有。OK， 那就有呗。小孩子跟你去，小孩子跟妈妈亲一点。我不跟你争，什么跟妈妈亲一点，有的还是爸爸带大的呢。那怎么说呢？那种生下来跟了爸爸的，怎么一辈子没妈妈亲了？真的荒谬，太荒谬了！我不跟你争这个，我自己知道我这边的时间花在哪里了。那老师问我问题吗？我答嘛，你是这样想的？你确定？我再给你确定一次，你认真回答，不是气话啊！你如果是这样，我就认定你的话了。你回去问一下妈妈。对吗？你妈妈她肯定看到的，你可能不了解，可能你看不见，所以你不了解。我当然看得到，我们生活在一起啊。看不见啊，很显然你的回答是。好，我回去想一想，好吧，我回去想一想。回去想一想，没事。对，最后可能留个悬念吧，留个悬念。留个悬念吧。我那个时候经常这样。对，他抓着我的胳膊。太害怕了。我的裙子给我依靠。裙子差不多了吧？那差不多了。那我就去厕所了。非得问。就赖你，你非得问。今天可挺好的，你本来挺开心的，让你非得问，赖你，可显着你识字儿了。不行就离。没事。你有啥事儿？只要情绪收得住，话能转移，注意力能转移，比啥都强。那个伤害已经造成了。那你刚刚说的是气话吧？不是气话，很伤人，是我知道，但我是不是我到底要说真话，还是在这里说些好听的话就解决不了问题？那我来这干嘛的嘛？你们是我的救命稻草，你知道吗？没有你们，我们回去又要solo，我又要独自面对这些问题。没口子，我没口子说了，这过了这村没这店了。我必须得要跟他唠明白。我们认知可能有偏差，偏差很大。冷静点呗，松哥。我冷静啊，我很冷静。美妍，你现在在工作吗？我觉得你俩稍微一工作那种。但是很多问题只是说它不显现出来了，因为大家忙。但就是一些很本质的问题，它不会有改善的。不一定哦。不一定，我觉得是。你说，就像在他眼里，我是没有对这个家付出和没有价值。这个东西是不是说你忙起来就能解决？它是根本在你内心里的一个声音。就是我就是一个什么都没有做，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付出的人了，被钉死在这儿了。我解释一下，梆给你砸回去。因为就像这样子，如果说服不了他，想法也改变不了。我会因为在他的眼里我没有价值而难受，可能是我做的确实不够多，我确实不赚钱，我就会这样想。哦，太难受了。感觉他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不太看得起我，还是说把我放在比较低的位置在他心里？我觉得他是把我当小孩的。所以他才会觉得你怎么可能独立，你怎么可能有付出？因为小孩子是不会论不上付出和贡献的。他看不见美妍有能力的一面，他心里还是觉得美妍是个小朋友，他没有怎么可以付出，他没有可以在家里可以给到一个
怎么提升家庭的什么东西，她只是一个妈妈，她只是个小孩，要2手去照顾，所以感觉她那个概念太深了。那轻松一些，换个方式，你想要美妍付出什么在家里？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其实真的，我们全家都是，我不需要他做任何事情。那你不需要，但是你看到你会开心的。当然，因为如果他可以的话，我们肯定会鼓励他。但是其实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希望不要说难听话，就别没事给我找事儿。这个话太难听了，我靠，以后尽量不要说。咱以后不说句难听话。对，这句话太难听了，咱就别往出说了。就是很多时候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它会制造很多问题出来。不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有一天你在家里，你看到美妍干什么，你会觉得很开心，或者你觉得，哎，挺好的。我只是希望他开开心心，能够有些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因为他之前一直有负担，他说，哎，我是妈妈，又是儿媳，又是老婆，我把孩子放家里，我出去玩，我自己干我自己的事儿，他有压力，他有负担，他一直不敢这么做。我觉得美妍你开始工作，然后会好一些。我其实现在状态已经就是没有说像他说那样关注在他身上了，而且我也有了大概的方向，我在工作上起码先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不可否认，她作为母亲，作为老婆，对吧？作为儿媳，你在这个家里面，她就是实实在在的。我觉得这个就占97%了。我其实觉得她缺乏的价值是可能除了在家庭中的这个身份的价值之外，另外的3%的，我觉得自我成长上面。那我看来，一个女性，我觉得独立真的好重要。有一个她自己 focus 的事情嘛。你作为一个音乐人，1年只写一首歌、2首歌，这个不合理。你不能因为你不赚钱就不做，这样肯定不行。我期望她身上能有自己关注的事情、事业。他还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另一半的话，就是你自己去开开心心的做你自己的事儿，别来烦我。我不是说你自己去玩你的，你别烦我，不是这个，我只是希望你现在能开心起来，不管是需要我还是不需要我，你有时候是需要你自己的一个 me time 嘛，对吧？你去享受你的 me time， 那是重点是 me time， 而不是 us time， 对吗？所以说，如果你需要 us time， 那我一定 I'll be there。一句没听懂，什么me time？ 我自己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us time 就是我们的时间。阿斯克 time 是啥？阿斯克 time， 阿斯 time， 阿斯怎么能和 time 连用呢？你甭管我这么说的 ，our time 吧 ，our time， us 也可以。这个情商啊，说啥你听懂没吧？没听懂呀 ，us time 跟个 our time， 我们是不是都听懂了？啊，对，你们咋听懂的？好可爱。us time 是对 ，us time 是对的，是对的，是对的。Yeah。就是我不是故意，就有时候表达我们习惯性的。没有，我只是刚刚气氛有点开玩笑。那个你说一个，你用英语说，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晚会，说。Tonight。we will。have a party。希望大家踊跃表演节目。踊跃怎么样？你告诉我踊跃怎么样？表演啊 ！Yeah, everyone。哇，酷炫！咱们晚上每一组家庭出一个节目。平时 battle 里你也是会说狠话。伴奏上见吧。伴奏上见吧。然后男生出一个节目，燃起来了。女生出一个节目，然后如果有其他的想搭配的，你们自由再组合节目。Everyone， 期待，好，加油，加油，辛苦各位，辛苦。啊，是有点期待，
伴奏上见，伴奏上见真的有点好，这太厉害了，伴奏上见，感觉就是通过伴奏来掰扯清楚。生气哦，很生气哦，光是那停顿，想他什么好都说不出来的那个就已经够伤人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扎心。对，怎么说得出口？还当着那么多外人的面，还当着那么多镜头的面，而且完全否定美颜的付出。你哪怕在家里你的某一刻看到他做什么，你是开心的，他都完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然后他也很直接说。你们是要我说真话，还是要我表演？我一直在想，这个人是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自信，在那么多人面前去否定你的伴侣，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我后来想想，我觉得他说的并不一定是真话，但是他在说服自己，这就是真的，然后把这件事情传递给所有人，让所有人去看清你的伴侣。目的是什么呢？他想要……我现在觉得梁松在很多时候就是为了赢。对。但恰好并没有赢。对，我觉得他也不是故意这么设计好的，他要赢是对的，但是他那时候情绪清楚一点，他也知道这种表现意味着什么，他赢不了，他要赢的就是美颜。对对对，你服我，你不要连续追问我，他要压倒美颜，叫你不要再追问我。但我觉得他俩的这个要赢哦，是要当着所有的人的面赢。他们俩上节目是为了让大家评评理，我们俩到底谁错更多？对啊，我有一个感受啊，其实美颜和梁松两个人的体量的不匹配，什么意思呢？我感觉就是这梁松是一个桶，然后美颜是有好多的水，然后他要倒到那个桶里，那个桶根本装不下那个水，然后就炸开了。所以他们两个其实对于对方的需求的体量是不对等的。美颜是一直追问梁松的，所以梁松他是一个持续在累的情况下，他就是所有的一切就是逃。那逃的时候我怎么看见你？对，我相信梁松在那一刻愣住的时候，他真的想不到美颜做了什么，他也真的不知道美颜做了什么，他的理解就是所有的事儿都是我妈干的。然后他回头看美颜在睡觉，下午3点起，他看到的都是这一些。那为什么他要去收集这一些信息在他心里建立的东西呢？很简单，他内心的逻辑就是说，当美颜你再来找我的时候，这些全是我的依据，我所有的目的只有一个，叫做你离我远一点，你给我一点空间，你不要再盯着我说了，我需要我自己的时间。我觉得他指责美颜没有做其他事情，他是在找美颜的行动逻辑，就你闲着没事干，所以你针对我。对。他前面跟何美妍说，你需要有一点 me time， 你要去做一些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其实说的都是我要有一些 me time， 我要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对，但是重要的是他们那个 us time 不好呀。如果 us time 好的话，这个 us time 同时可以滋养那个 me time。是的，就是梁松他所有的话都进入了一个死胡同，就是一定要找出说美颜所有的焦点都在我，所以他就一定要死说美颜什么都没做。他看见的是所有不好的地方，他滑手机、不带孩子、不做家务，什么什么，永远看到就是不好，没有好的。他看到他考这个证了吗？他上来就是指责，用指责的方式，然后来告诉你，你来证明，来否定你。对。但是呢，还有一种方法可以达到那个效果的，其实是叫做我表扬你，然后你这个事情做得好，他其实也得到了正反馈。但是这个事情的前提是我先要看见你。说我要敦促你干活。梁松他是被激怒的时候，他就拿出来堵嘴。对，有一些家务啊，在一些人的眼中就是会看不到，扫地、洗衣服，就是这种看得见的劳动是劳动，但是那种情绪性的育儿的陪伴这些呢，它不算劳动。以及比如说育儿里面有一些巧劲儿，孩子睡了我就玩手机，我就休息，他觉得那你就是在玩，而不是在陪孩子。对这个也会看不到。通常身为母亲就是一个后台程序，他永远不会停下来。我是觉得梁松有一点蛮不公平的，尤其是他说他跟何美妍是80-20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说那个80里面还包含了他妈妈、他爸爸，就是我的爸爸妈妈跟我是一体。是的，他是他自己。对，撇开他爸爸妈妈做的事儿，你跟何美妍没有什么区别。对，
他是不是从哪个问题上开始赌气的？离婚。对，我是觉得他是从何美妍开始那个反你竟敢，对我都没有想过离婚，你凭什么想离婚？梁松其实这个就是我比你强得多，因为我想想看，我如果说这个话，应该就是我都没想过考北大，你才考200多分，你都在想考北大，那肯定是我认为我比你要强啊，我都没有动过念头，你怎么可以动？大家会不会把这个离婚这件事情会变成他人生的失败？我觉得他刚才那3点，就是说，第一，男人更离得开家；第二，我经济上是全靠我，这个家是靠我养的；第三，我们的感情当中，你更需要我，你更黏我。这个是他的真实想法，只是他平时不愿意说出来，在你把我惹急的时候，才敢把这些说得这么彻底和这么决绝。他的认知就是这样。对，是的。美妍是助长了他的这种想法，因为美妍表现的就像是个孩子呀。你这让他感到你就是要依赖我，你离开了我怎么办呢？其实美妍自己，你听她的那个每一次表达，那个逻辑性，那个完整，她是一个能力非常强的人，她被困在这样一种依恋的心态里边，而且这也让她有点上瘾，或者说有一点变成一个我们讲情节心理学上那个就 complex 嘛，它是一个蛮难拧开的东西。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她就是要觉醒说，如果我对你这么依恋，你一直当我是一个看低我的人，我真的是要想想走另外一条道路。对，就有可能我们太习惯于梁松的一种情绪，所以就觉得忽略了他可能真实的表达，到底要表达是什么？也许他想告诉大家，美妍需要改变的是什么？他是借着这个气后说真话，对，把这个气话全部当成真话说出来。对，梁松他害怕美妍，我觉得也是真的，他不敢在2个人的时候去讲，因为美妍会让他就无法脱逃。那现在大家都在，我把这话说了。对，他们2个其实到今天为止都没有达成一个共识，叫做什么是真正的我们。因为2个人没有一个相应的目标的时候，就开始是你对还是我对。那这一刻，他们变成一个不是共有关系，而真的是一个零和博弈。在这种过程中间，你要想去拿到正确的答案，不可能。所以他只能在这样一个公众场合说：“你错了吧，我对了吧？”其实谁错谁对，最后都是输。对，拿到的答案都不会解决家庭的根本性问题。是，因为你觉得要破解这个恶性循环的起始点应该是在哪里？我觉得起始点就是第一个，不管是谁，都可以认知清楚，叫做共同解决的第一问题是什么。如果今天共同解决的第一问题是家里的经济情况的问题，那我们就把它放在第一位。如果说今天的解决问题是3个小孩要带的问题，不要给父母添麻烦的问题，好，谁解决这个问题谁厉害。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共同的问题是什么，而不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对，我觉得首要要点在于美妍的那个一定要在梁松那里得到反复确认自己的重要性。我就这么不堪吗？你不尊重我，那你一个人先自尊起来好不好？是，你停止向他反复追问你有多爱我，我在你心目中多重要，我多有价值。你不要依赖他建立自己的价值，一定要从这里开始。其实虽然梁松不信，但是我还是信美妍有离开的勇气和能力的。而且我觉得现在美妍正在拉开距离，对，就是离开的不是一个动作，是一个进度条。他要做出来以后，梁松才会真正改变对他的看法。实际上他会尊重他，还会想起他以前为什么会爱上。做一个困难的决定之前啊，人都是会摇摆多次的。对，我感觉今天的梁松又预定了一个微博热搜。以前是他们都是什么和美妍、梁松吵着吵着就抱起来啊，今天感觉这吵着吵着就走了。但牛蛙这个事儿，我说实在的，我不知道如果我是梁松的话，我能怎么做。就我跟他说那边有厕所，他说你先去看一下。对，哦，那我先去看一下，我回来跟你说那里没有厕所。听说那里有厕所，你先去看一下。我有一种我是不是你助理啊？那你跟我一起去嘛？不是，他要用这个撒娇的方法来证明我是重要的。对，他其实是一个表达
达他的我需要你。对，所以其实就是那个方式的问题。对，但我确实也不知道，我要是梁松的话，我能做的比他更好吗？我觉得也很难。我可能会说，这儿有一棵树，要不我帮你遮着，你要不就野外解决一下。而且梁松已经说了，那个厕所前面没有青蛙了，没有牛蛙了。对，所以这个事情也证明美妍她没有办法出去独立的原因啊。那当然出去以后会见到新的景色啊，她可能会有变化，但是在她出去前，她一定会内心觉得说，她其实要的还是梁松要认可她。外面所有人的对她认可不重要，因为她要的就是我心里认为的那个最好的、最完美的人，天才的人来认可我和爱我。她要的是这个。对。我觉得何美妍找厕所这个事儿，就是加深了梁松觉得你离不开我，你连上厕所你都没法自己上。因为我相信梁松跟他天天在一起，他们两个是非常了解对方的。你看，真正上厕所的人，他会跟他说吗？说，哎，我憋到明天早上。对啊，你这个憋得住啊？那不可能憋得住，你不就是想要我帮你做点事情吗？其实就寻求各种关注吧。对，就是要关注。但我觉得梁松确实他也做了。就做到后来是我怎么做你都不满意，那你都说不用了，那就不用了呗。他可能完全知道他不想上厕所。对，那个场景太熟悉了。因为我觉得梁松可能是太漠视他了，所以他必须要用尽一切的方法让他看得见他，不管是吵架或者是提要求或者是什么的，你只有那个时候你眼中才是100%有我的。对。雪清还提到一个点啊，他就说，普遍有一种现象，就是把伴侣的需求当作是一种指责，是不是有很多时候真的是这样？我觉得这个需求和指责，它有时候很模糊。对，它可能更多的取决于你的语气是什么样的，你的措辞是什么样的。还有上下文，就是在什么情景里。对，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过一个什么节日的生日了。我没说你就没有做嘛，然后我说出来了，对吧？我说出来了，你给我买了什么？但是这是我说的呀。你应该要自己先想到。对，这个肯定是在这个里边就说需求就变成指责，但好多时候并不是这样。如果有我们的意识的话，我的需求其实就是我们的需求。我提出的需求你满足了我，都是在为我们做贡献。那好的时候呢，你提个需求很自然，然后我们一起去做吧。就比如说这衣柜怎么那么乱啊？你这衣柜怎么那么乱啊？这到底是指责还是需求呢？我听到人家一个心理学家说过，他就说那些男人老是要乱扔袜子嘛，对吧？这肯定是不开心的嘛。然后就是，哎，能不能把袜子不要乱扔？这当然是一个需求，也是一个指责。人家会说，哎，我们把袜子能放好，我们一起把袜子放好，这时候就也是个需求，但变成我们的事情了，你也会有点内疚，但是你没有觉得被指责，你被鼓舞了，然后下次就会好。就是我记得那个上一次好像志忠老师有讲过，他就是以前袜子乱飞，对他就是刘琴老师你嘴里的那个男人，对。然后葛丽就对他说了一句话，这个问题后面解决了。怎么讲的呢？葛丽说，如果志忠你能够把这个袜子丢到那个筐里，你就是帮了我大忙了。这我实在是有点不能理解，为什么会这么样子的乱扔袜子呢？比如说我说一个，你觉得到底是要求还是指责？我就说，哎，我现在忙着要录影，那所以我脱下来的衣服，你帮我丢到那个洗衣机里面去。那当然是需求啊，这就是需求，这一点都没有指责。我觉得完全看态度。对啊。那我觉得主要是在听的这个人。你把我当阿姨，我就会不爽。对。两方面的人都可以改，一个是表达的人，一个是听的人能翻译的更好。那谁有余力谁就改。那我们遇到这样的状况，该怎么去更好的听到对方的需求？我觉得是不是得看你的这个伴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觉得我老公，我跟他说需求，他都听不懂。比如说呢？我回家啊，我说加湿器没水了，我老公进来，所以怎样是要我加水吗？我说不然呢？我说加湿器没水了，还能有第二个需求吗？就是可以不用啊，不是要用啊，就是要加不。你比如跟他说这个洗衣机洗完了，是要晾吗？不然呢？洗衣机洗好了不是晾是干什么呢？
就我发现有时候你就，那比如说你说不然呢，他会去晾吗？不是，你要说不然呢，他会觉得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个态度？我只是问一问。哦，那就是在指责了。对。那你后来会不会就是说，那你去把衣服晾了？不会，我跟你说为什么？他不是我的甲方，我不想一直为了他去调整我的表达的习惯。但是你那个表达很酷呀，然后他说不定还挺欣赏的呢。有可能，可能的，对吧？哎，那可能今天等了一天，不然呢？讨骂就是讨骂。哎呦，今天怎么 Papi 心情这么好？骂完之后得劲儿了。有的时候人家说那个老夫老妻老拌嘴，这是他们一种爱的方式。像 Papi 再跟你老公再过20-30年，这种就变成你们的好像在拌嘴，一个情调。对，有可能，有可能。就比如说啊，很日常的，你总是玩手机，根本不关心我，那要变成需求会怎么说呢？你可以陪我一下吗？我们可以一起看电视吗？不是你看我看电视，你看手机。对，但通常我不会说。因为你也想看手机是不是？因为你也想看手机是不是？没有，我不看手机，就是他看手机，我看电视。但我被说过一次，就是之前的时候开车出去嘛，然后他开车，我就看手机。然后有一次生气的时候，就可能大家在不开心，我就看手机。每次开车你就看手机，我是你司机吗？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他开车我看手机了。我连讯息都不敢回。我老公也说过这个话。因为我有时候不管是聊天或者公事，你很容易一句一句就没完没了。那他开车他也不能看手机啊，然后就我们2个人，他说过我一次。我跟你说，我有一个好方法，我会时不时说，哎，你看这条多有意思，我就念一条给他。对，这也是在跟他交流嘛。哦。两头不影响。我下次学起来。我以为心如说你靠边停，我坐后面去。不行。对呀，不敢。真把他当司机了。真的太坏了。就还是得2个人善于沟通，这点很重要。大家还记得，其实 Anson 跟诗画他们玩这个正话反说这个时候，大家觉得 Anson 回答的好吗？你很难判断他什么时候还记得规则，什么时候忘了规则。我觉得安森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因为他语言有点问题，就觉得他呆呆的、呆萌那样。比较慢。其实他可能是我知道规则，我给的答案是对的，但是我借这个正话反说呢，我说出来一点，也说一点真心话。对。那今天 Anson 提了一个自己的要求，希望就是诗画在个人卫生上面要求不要那么过分啊。哎，那就这个个人卫生，如果习惯就是差别很大，真的会影响2个人在一起吗？我觉得你们2个很有发言权吧。是我这些年来啊，逐渐认识到一个道理，就是谁对卫生条件的要求高，谁就注定要多干。因为比如说我跟老胡2个人，我们对于卫生的评判不一样。在他眼里这个已经到100分了，在我眼里可能就70分。那没办法，如果要补足那30分，就是我得努力，因为他真的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但是如果他能配合我，他能把他认为的70分能做掉，我觉得也 OK。就是我觉得就谁的要求高，谁多做，没有办法。你觉得呢，我的病友？我要求跟 Papi 一样，我也是。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就是说你严格要求让别人做，这也就不合适了。但是你要求高的时候，也对别人也是有一种压力的，你知道吗？对，会有。对，第一我没有做，对啊，这是都你做的，我应该做的。第二就是说，这个要一直维持或者达到这个要求。好累哦，就不是说真的体力有多累，我要保持这个敏感性，但我这个敏感性不是我的素质啊，不是我像你是本能的洁癖对吧？没有洁癖，没有到洁癖，没有到洁癖，怎么有洁癖了呢？真是，不至于，不至于。但因为我对这方面的要求特别高嘛，但是其他的像有一些脏活累活，我可能就交给我老公去做了。你得来配合我的高要求啊，你不要指望我能放低我的卫生要求。哎，玩一个正话反说。你现在马上回答我。那你有洁癖吗？有啊。正话反说是没有啊，你没有洁癖吗？没有啊。那心如你正话，你觉得录影时间长吗？
长啊，一点都不长。吴彦斌，那问你啊，你幸福吗？我每一次来录《再见爱人》，我都很幸福啊。好啊，那行啊，那我们接着往上看吧。笑死。好，志胜都说了 ，We will have a party tonight。我们来看看今天晚上这个 party 开不开心啊？来，继续往下看。欢迎大家来到沙漠绿洲晚会。平时 battle 里你也是会说狠话。哇！二位终于要实现观众的梦想，要动手了。你眼里都是嫌弃，语言暴力在延续，求你高抬贵手吧，我都这把年纪。我太过软弱，情绪才会被你拿捏。老男人的招数确实多，目不暇接。他俩平時過得那麼帶勁呢？我可以一直看這個。我願意付費。乜嘢都冇變過，個面口又冇變過，你仍然咁靚。你望住個陸少嘅時候 ，I miss you, I love you。好感人哦。你可以回來嗎 ？I miss you。哎呀，这里都是你，无时无刻都在想你。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你不记得了？嗯。这条是这都行 ？Why？ 怎么会有这样的？推翻以前所有我们讲的。完了。秋冬感冒、流感防不胜防，要为全家人做好健康攻略。像宝宝的感冒药、退烧的布洛芬、流感的特效药、止咳的川贝枇杷膏等家庭常用药，我都上美团买药。现在能领88元健康补贴，拿不准吃什么药时，还可以在线问医生，更方便更省钱。滴滴答答，时针一响，都很冷酷。最初我们结束这相处，而我此刻却拿不住你眼泪的去处，就尴尬说出，要不我们再处一处。我想我也可以和我的宿命耍赖，这一次别太快，太快承认我们的草率。我的世界经得住你10000次毁坏，我之外你别再做的所有承诺又被时间一一打败，谁不是小孩？我想我也可以和我的宿命耍赖，这一次别太快，太快承认我们的草率。我的世界经得住你10000次毁坏，我之外你别再做的所有承诺又被时间一一打败，谁不是小孩？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在家人微博观察团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观点，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搜索在家人话题页，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花絮。打开百度网盘，搜索在家人5，独家高清物料全盘掌握。